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在《长阿含经》卷20中，佛陀曾如此开示座下的弟子们：每个人出生时或多或少都有护法神相随，但每个人的护法神数量是不一样的，这取决于我们累劫以来善业与恶业的多寡。如果我们此时努力修行，便能获得更多护法神的护佑；相反，若时常作恶，护法神也会逐渐离去。开示完后，他又讲了这样一则故事：过去有个人学佛，一开始很精进，受三皈五戒后还受了菩萨戒，但后来就慢慢退了，五戒一条一条破，菩萨的菩提心戒也破了。只不过有一个规矩他一直守着，就是吃饭不讲话。结果有一天吃饭的时候，他刚要坐下，凳子不知被谁抽掉了，一下跌坐到地后，脱口而出说了一句：哎呀妈呀！这一出生，护法神高兴坏了，现出来说：你总算吃饭出生了，我总算可以离开你了。这人不明究竟，忙问原因。护法神说：起初你学佛很精进，护法神很多，但随着你慢慢破戒，护法神也慢慢离开，到最后戒都破完了，护法神也走光了，戒香也没有了。而护法神一走，恶鬼恶业就开始渐渐围绕着你了，让你变得臭得不得了。但因为你一直守着吃饭不讲话的规矩，我即使再受不了，也只能留下来守着。现在你总算开口讲话了，我就可以走了，真是谢谢你哦。这人一听，顿生惭愧，赶快忏悔。忏悔之后又重新受戒，副本清净。没多久，之前离开的护法神便又都回来了。不过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，如果有人前世经常作恶，那么他的护法神便会少很多，可能像他这样的人，几千个人才能共享一位护法神。这就像一位牧羊人同时放牧千百只牛羊，而如果善业更多，数千位护法神则都会来拥护这个人，就好像国王有千百臣子护卫。因此，佛陀劝弟子们要积极修行善法，争做国王而非牛羊。好在幸运的是，虽然护法神的数量在我们出生时有多寡之分，但他们的数量并非是固定不变的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守护好那些正在护持自己的护法神呢？总体来说，我们需要遵守以下3点原则。第一点，守三皈依，严持五戒。想要增加自己的护法神，其中一种方法便是守三皈依。如果对自身的要求更高，还可以严持五戒。据佛经中记载，在佛弟子受三皈依后，会有36天大将军贴身护卫，而严持五戒后，更是会有25大菩萨昼夜护佑。因此，我们在受三皈依时的一句句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在受五戒时的一句句能持，都是我们送给自己的稀有难得的礼物。这些礼物将帮我们度过漫长的轮回，时刻护持在我们左右。第二点，常行十善，远离十恶。可能有的善信出于某些原因，暂时无法皈依，对此我们还可以运用第二种方法，即常行十善，远离十恶。十善与十恶是围绕着我们的行为、我们说过的话、我们思考的内容而产生的相对的2个概念，因此不做十恶即是常行十善。其中行为可以细分为3类，即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。说话的内容可以分为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4类，而思考的内容可分为贪欲、嗔恚、邪见3类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需要时刻谨记用佛法来调伏自己的傲慢心。若我们没有用佛法来调伏相续，那么傲慢就会自然而然升起。那时不管你是什么身份的人，护法神都会离开，最后落得个堕落的下场。以前地显法师有个弟子，他学佛非常虔诚，发心出家时，他太太想不开，于是就投江死了。他变成鬼之后，他始终跟着那个人，但因此人修行很认真，10多年来无法害到他。后来他成了寺院的首座，还收了不少徒弟，吃穿供养哪样也不缺，心里就开始产生傲慢。他一打妄想，道行就退失了，护法神也离开了。他太太的鬼魂趁机附在他身上，使他身不由己的要跳江，好几次被人看见，把他救了上来。
地贤老法师听说此事后，亲自去金山寺把他接回来。坐船回去的途中，那人趁人不注意，从房间的窗户跳出去，还是头浆淹死了。过了几天，他的女儿哭着来找地老，说晚上做了个梦，父母今天上任，父亲当土地公公，母亲当土地婆婆。地老一想，恍然大悟，原来寺外不远处新建了一个土地庙，今天正好启用。地老到了那里后说，若是某某法师在此的话，也显灵给我看看吧。这时来了一阵大旋风，转了半天。事后地老感慨道，参禅人一念之差就落得这个样子，可悲呀，可悲。现在很多学佛修行之人看起来很老实，也是真正的修行人，但以后如果有了很多眷属、钱财、寺院，有很多大老板弟子，跟政府的关系也不错，得到众人恭敬的时候，自己会不会升起傲慢，认为我真的很了不起，以前到过佛学院求法，像我这样的高僧大德，这个世界上可能不太多了。如果有了这样的傲慢，那以后肯定非常可怜。除了地贤老法师的这桩事迹外，在影尘回忆录中也有一个公案。有位妙高禅师当初修行时非常精进用功，昼夜不息，但由于一个人的精力有限，日子久了难免打瞌睡。妙高禅师看自己生死未了，天天打瞌睡，耽误的不能用功，于是跑到妙高台边夹腹而坐，下面是万丈悬崖，如果打瞌睡一头栽下去就没命了，以此警戒自己不要打瞌睡。但由于他的功夫没有到家，仍免不了打瞌睡。有一次打瞌睡时真的掉下去了，他自己也知道这次没命了。没想到刚刚到半山腰，就觉得有人把他双手托着送上台来。他很惊喜地问，是谁救我？空中答曰，护法委托。妙高禅师想，还不错，我在这里修行，居然还有委托菩萨当护法。接着又问，像我这样的修行人，世间上有多少？答曰，过恒河沙数之多，因你有着一念的功高我慢，我20世不在乎你的法。闻罢，妙高禅师痛哭流涕，惭愧万分。原先我在这里修行，好坏不说，还蒙委托菩萨来护法，现因一念功高我慢，此后20世他不再来护法了。左思右想，反正是那么回事了，不管他护不护法，我还是坐在这里修我的，不成的话一头栽下去摔死算了。就这样，他依然坐在妙高台上修行。不久他又打瞌睡，一头栽下去，这次他认为绝对没命了。可是当他快要落地时，又有人双手把他接着送上来。妙高禅师又问，是谁？空中答曰，护法委托。你不是说20世不护我的法吗？怎么又来了？因你一念惭愧心已超过20世了。从这个公案也可以看出，自相续若产生傲慢心，对修行确实有一定障碍，但如果升起了惭愧心，自己非常后悔，特别不好意思，在诸佛菩萨和护法神的眼前也非常伟大。因此我们作为凡夫人，一点过失都不犯，恐怕有点困难，但至少要懂得知惭有愧。第3点，于十斋日关照自身。虽然我们知道了要常行十善，远离十恶，但正如地藏经中所说的，难言菩提众生举止动念，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，何况自情杀害、窃盗、邪淫、妄语100千罪状。由于累劫以来的坏习惯，使得我们会在不经意间犯下盗窃、妄语等十恶罪行。这个时候如果不能时常审视善恶，警醒自身，我们的护法善神也会相继离去。那么该如何审视警醒自己呢？据大明三藏法术等经典记载，每月初1、初8、14、15、18、23、24、28、29、30等10日，诸天神及其眷属将会巡查人间，比较众生善恶，定其轻重。如果我们能在此十斋日时时常反观自身，审视过错，在发现过错后又能诚心忏悔，并以此为基础，将这一习惯逐渐推广至十斋日之外的每一天，那么守护我们的护法善神自然也会越聚越多。一个发愿做善事的人，会有善神跟随保护；一个受三规的人，会有36天大将军贴身护卫；一个严持5戒的人，更会有25大菩萨昼夜护佑。
此外，我们在守五戒的时候，一句能持一定要回答的立贯山河，要有让100年后的自己都能听到的气势。这是你送给自己的生命礼物，它必然会穿透时空，保护你的每时每刻。每受一戒，一达能持，就像软件下载一样，5大菩萨的加持立刻抵达。戒的栏杆有了，为你把门站岗的人也有了，吃饭睡觉那就是60吉祥。但反过来，当你犯戒的时候，就等于是把下载的软件删除了，一删，保护体系没有了，各种病毒就会趁虚而入。但如果学佛后能如理如法的修行，你个人也好，家庭也好，气场就会改变。气场改变，护法善神就会簇拥着你，你身上自然就有一种浩然正气。这股正能量反过来也会增加护法神驱邪惩恶的力量。所以总结起来讲，一方面我们修持戒定慧，就会有护法神贴身保护，我们修行得力，护法神的力量也会随之增强。另一方面，我们对佛法僧要有恭敬心，一旦散漫毁谤，生命就会缺乏正能量护法的护持，就往往会跟佛菩萨的救度之手失之交臂，在轮回路上越走越远。我们不要一直向外去求佛菩萨，求护法龙天保护自己，要向内去省察自身，自己守护好自己的护法神。人若自护，天必佑之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